俄罗斯拿苹果公司开刀，给中国也提了个醒：面对间谍，需要打起精神。大家好，我是肖银华。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最近报道，俄罗斯当局因为担心美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活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表示，从本月17号开始，将禁止全体员工在工作期间使用苹果手机和一系列相关苹果设备。俄罗斯这一举动无疑是从国际层面公开拿苹果公司开刀，向全世界表明一个态度，那就是俄方认为苹果公司有参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战争，信息都是双方最重要的博弈筹码。而如今，俄罗斯不仅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潭，同时在经济上也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如果信息泄露，那么对俄罗斯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必定都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6月份曾经表示，发现了俄罗斯境内数以千计的苹果手机被未知的监控软件恶意入侵，而经过他们的调查发现，这些监控的软件幕后操纵者全都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一些其他国家驻俄罗斯的外交官的手机也成了美国窃听的目标。苹果公司的美国情报部门提供情报信息，已经沦为白宫的控制工具。当然，苹果公司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否认，并发表官方声明，表示没有和任何政府达成所谓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否认了帮助美国政府实施窃听，但是苹果公司承认了其产品有着安全漏洞，在其他国家安插眼线和间谍来煽动情绪和窃取情报，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惯用的伎俩。俄罗斯这次针对苹果公司的举动并非心血来潮，在今年3月，俄罗斯就曾经逮捕了一名试图收集俄罗斯国防工厂情报的美国间谍埃文。普京也曾亲口表示，美国对俄罗斯的渗透很严重，甚至有些间谍想要干涉俄罗斯的内政。其实对中国来说，美国安插的间谍也不少。就在今年5月份审判的梁成运间谍案，表面上打着统一的爱国旗号，却在背地里做美国的间谍。俄罗斯的这一举动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美国的间谍行动无孔不入，中国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保护国家信息安全。包括此前耶伦访华临走前的那桌饭局，也有不少网友怀疑那是一次渗透行动。不过就在本月初，中国新版的反间谍法已经开始正式实施。美国的驻华大使伯恩斯还声称，这是一项令人不安的修正案，恰巧说明美国做贼心虚，开始提心吊胆了。美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除了防止看得见的明枪，国内的一些内鬼的案件，我们也要小心提防。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